我是爹爹的掌上明珠，会让我称心如意。爹举办了绣球招亲，反应夭折，无不是京中上等才子。偏偏那日皇帝微服私访，宠妃宋诗诗觉得好玩，将一名乞丐丢进人群，还助他抢的绣球。乞丐无帖入内，我家自是不认。宋诗诗却让皇帝做主，摁着爹爹将我下嫁。乞丐诈富，小人得志，伙同外人盗我家财，杀害我爹，还一碗毒药送我归西。重生后，我望着巧笑嫣兮的宋诗诗碧落，将绣球抛入帝王怀中。这一是宋诗诗的位置，我要他们的命，我也要。上一世咽气之前，是田儿搂着新买的花魁娘子，在我的病榻前欢愉美其名曰寻求刺激，还有我睁大眼睛瞧仔细。彼时爹爹尸骨未寒，我尚在笑期，痛骂他狼心狗肺，却被他拖下床暴打，什么星号千金。皇上赐婚谕令之下，就算你的首富之女，也只能是我的婆娘。敢在老子面前摆架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拳头如雨点般落下，我本就是高烧不退，几下便神志不清，朦胧中只看到他狰狞丑陋的愤懑嘴脸。忽然额头一阵剧痛，茶盏碎片落在手边，割破了掌心。我忽而生出一股力气，抓起碎瓷片，狠狠划向对方的咽喉，鲜血四溅，一起下地狱吧！只是可惜，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元凶还好好活着。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要他们血债血偿。在睁眼时，我竟端坐在彩楼上，回到招亲。那一日，爹爹捧起绣球麦，满眼慈爱望着我，阿武选你所喜之人，爹爹自会保你一生顺遂。我鼻尖一酸，险些落下泪来。娘亲早逝，爹爹虽富甲一方，却未在那续弦，怕我受继母委屈。这些年，我被爹爹捧在掌心，合成京中多少勋贵人家闺秀都艳羡的模样，便是选择如意郎君。爹爹也只愿随我心意，才为我搭建彩楼抛绣球招亲。而前来应招者也并非一般人可入内，须得我爹仔细考察家，他是清白才高八斗的翩翩家公子才行。如此这般，便是我闭着眼选也能幸福快活过一生。然而世事无常，我抬眼望向不远处，果然在人群东南角瞧见了兴致勃勃的宋诗诗她。但是如今宫中圣宠正蒙的贵妃，世人皆赞许她不因出身高贵轻视百姓，率真善良，又一股侠义之气，为平民主持公道的女青天。此刻她盯着我，眼眸晶亮，带着点俏皮，但上突然招来一名侍卫，低声吩咐了几句。那侍卫颔首，很快消失不见。回眸时，他冲我眨眨眼，娇俏动人。前世我并不懂是何意，还朝他善意微笑，及时一到，便将绣球跑出满，已经满眼期待着未来与我过渡一生的郎君。可就在绣球即将落入一位公子怀抱时，隔空突然伸来一脚，将绣球踢飞，撞入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怀中。乞丐未有拜帖，自闯入，我爹要将人赶出去，重新再来。因先前早立下规矩，只有应邀前来的人才可争绣球。这时宋诗诗却站出来，她不仅亮出了贵妃的身份，更领着一众侍卫跪拜身侧的英俊青年。欢呼万岁！此乃天子亲眼所见，天赐良缘，岂能作废？宋诗诗以天子威仪相要挟，强词夺理道：皇上爱民如子，乞丐亦是如此。难道你是首富之女，便瞧不上钱儿，想悔婚也不罢？他转身扑进皇帝怀中，陛下，你可觉得他们二人般配，不如成就一段佳话。帝王拥着他宠溺一笑，不在意的挥了挥手，那便择日成婚吧。于是金口玉言，不能违抗。但田儿从小便乞讨为生，不仅一口黄牙，面上更是流脓留疤，纵然洗干净，也一身臭味。除此之外，他骨子里更无礼义廉耻。一朝成了首富的乘龙赘婿，便虚荣自大，在赌坊一掷千金也，败光我爹半数家产。我爹不过说他两句，他便怀恨在心，伙同赌徒在半道劫杀我爹，将其活活砍死。罪证确凿之下，宋诗诗却还直言，定是秦家不仁在先，如今恩怨两清便好，好好过日子吧。有贵妃撑腰，田儿不仅没有收到牢狱之灾，还直接接管秦家，不到3月就纳了18房小妾。后来他醉酒说出真相，当年是贵妃命侍卫送我进彩楼，原本拿绣球也落不到我手里，是贵妃示意才有我今日造化让你嫁给我，不过是他一时兴起，觉得逗趣罢了。因此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会帮我的。原来我这一生只是宋诗诗偶然路过，瞧见了一出戏，觉得不精彩，便随意拨弄。想瞧瞧我堂堂首富之女，驾驭一个乞丐是会寻死觅活，还是迫于强权屈辱求生？我在他眼中不过是个乐子，重来一次，他依旧如此。田儿正满脸惶惑，被领进秦家。此刻10万众瞩目的只有彩楼之上的我，热闹掩盖住了他的痕迹。小姐时辰到了，丫鬟搀扶着我到围栏边上，笑着递上绣球，为我高兴道：这么多俊俏小郎君小姐，定能称心如意。我看着的他并未同上一世般羞红着面庞，闭眼匆匆将绣球抛下，眸光平静，望向远处秦家大门外。宋诗诗正随手从一名公子腰间偷走请帖，朝身边的傅云炫耀那名公子详理论。这位推搡到地上，随后一行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前世我太紧张，没注意到这一幕。
如今看来，宋诗诗当真是偷鸡摸狗的无耻之辈，可眼下已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忽然，我心头一动，手中绣球骤然抛出，铃铛声清脆作响，众人忍不住循着我所伸手方向追去。下一瞬，我指尖拽住球上流苏，将球重新拉回掌心。这次瞄准，傅云狠狠朝他身上砸去绣球，不招轻前，各种手法技巧都有师傅教导，保准我医治忠心上人。待到侍卫反应过来，想要出手，却也不敢在皇帝面前放肆，更怕一个不慎伤及龙体，那便是抄家灭族的大罪。宋诗诗一定要搅黄我的亲事，那我便送他一份大礼。傅云被砸得后退2步，定睛一看，怀中绣球顿时一怔。但此时爹爹已然带着嘉宾将他团团围起，口中更是连连称呼，好好家婿一表人才，与阿武果真男才女貌，般配得很啊。一旁宋诗诗从经络中回神，当怒上心头，夺过绣球便往地上砸，又踩了几脚，又不解气地将绣球踢开，绣球刚巧滚至田二身前。宋诗诗厉声便道，是乞丐接到了绣球，秦家小姐该嫁给他才对。闻言，我爹当即中眉又细看了看傅云，道，这位公子看着面生，我似乎未曾下拜，铁于你，今日不知公子是如何进我秦家，但即使接了我女儿绣球，便是无意嫁娶，也断无众目睽睽之下推脱于他人之理。他又转向宋诗诗，小公子年纪轻轻，莫要信口雌黄，误我女儿清玉。宋诗诗早被宠得无法无天，还从未吃过这种教训，当众下了面子，他就要恼恨的命是为拔刀杀人。且慢，我匆匆提着裙摆下来，俯身道，当今圣上乃旷世明君，最是重礼法规矩，今日公子若不愿去，秦家亦不会强求，我会当没这回事，请在场诸位见证。话落我半垂，眼眸放下了，手中却扇不错，你虽是商贾之女，见地与胸怀倒是不一般，不过朕我还是不负云。目光落到我的脸上，忽然言语一顿，后面半句拒绝久久未能出口的，我娘是江南第一美人，我自是长得极美。上一世我克己复礼，面对变故依旧，面遮却善，直到帝王赐婚旨意下达，平儿故意撞落我手中的扇子。傅云看清我容貌时，曾也这般愣神，目光灼灼，甚至带着懊悔。帝王一言九鼎，驷马难追。而这次我提前展露容貌，盈盈水眸望向傅云，公子可想好了，他当然不会娶你。宋诗诗抢先一步站出来，瞪着我笑，吃人一般，言语更是刻薄又怨毒。你一个闺阁小姐，张口闭口就是嫁人，如今还猴急往男人身上扑，真是不知羞耻。而且他家中已有妻室，能再去，我看这乞丐倒是跟你子等星号般配得紧。你不愿意，莫非是瞧不起他的身份？天下百姓莫不是王臣？你这是在藐视皇权吗？一顶高帽子扣下来，连我爹都险些遭不住我也。眼下心中恨意挺直几倍，不卑不亢道，先前我已言明，是你们先擅闯秦家接下绣球，错在你们燃秦家重诺，这位公子已有正妻，我亦愿意携万贯家财入府为妾。如此这般便是闹到与前我一行的端坐的正高帽，谁都会戴在已知眼前便是帝王的真相下，我也能给宋诗诗上眼药。这一番陈词激昂，立即引起周遭无数才子惊叹与敬佩。今小姐真乃奇女子，重情重诺，谁娶到都是三生，有幸即使有家室，又为何来招亲？坏人好事还倒打一耙，当真不可理喻。秦小姐，若这位公子负心在下院三媒六聘，以正妻之位迎娶罪，终未曾想彩楼前诸位才子都有意求娶。我并不在意绣球之事，我爹本想就坡下驴将此事，结果宋诗诗却不愿一口咬定要让我下嫁乞丐。这时人群的世家公子中有人指着傅云惊呼出声，陛下意识到自己的大不敬，那人扑通跪在地上磕头，口中三呼万岁。而周遭众人皆在惊愕过后齐齐下跪行礼，傅云身份暴露，轻咳两声灰，有些尴尬，看向我，朕确实接了你的绣球，愿意信守承诺。宫中引诱皇后，你可愿入宫为妃？我虽叩首在地，但声音依旧清朗坚定，民女愿意，我不同意。宋诗诗一声咆哮出声，上前便给了我一脚，我被踹倒在地面路，痛苦轻轻唤了声，陛下。宋诗诗还要动手，傅云拉住他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何错之有见，他护着我。宋诗诗更是妒火中烧，恨声道去一个卑贱的商贾之女，怎能入宫为妃？全然忘了，方才他还信誓旦旦说百姓莫不是王臣，让在场众人震惊之余，更是心生不满，想不到传言中率真可爱的贵妃如此嚣张跋扈，方才他还满嘴污言秽语辱骂他人，实在粗俗不堪。据说贵妃是乡野出身，以前是杂耍班子的，如此出身，凭什么瞧不起商贾？宋诗诗最憎恨别人讨论他的出生，分不清是谁在议论当下。拔剑不要乱砍，首当其冲便是我，但我不闪不避，因为会有人阻止他的。够了，诗诗，你这样像什么样子？傅云不过吼了一句，宋诗诗便一脸天崩地裂，已经为了他吼我，难道已经被这狐妹子的一张脸勾住了？贵妃娘娘此言差矣，陛下后宫佳丽3000，岂会贪图我的容貌？只是陛下君子重诺守礼罢了。我轻描淡写，又轻轻笼络了一份帝王心余光，
见傅云果然唇角微勾，宋诗诗却气疯了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，给我掌嘴！他骄纵人性，若在私下，傅云是爱及他这般，可如今是在外头，还当着上京所有才子的面此刻他只觉丢脸，更清楚若任由宋诗诗打杀了秦家，甚至伤了才子，怕是会堵不住天下悠悠众口说，妖妃当道国之将亡的。因此他第一次对宋诗诗沉下脸，朕便是娶了她又如何？10万，没料到他非但不哄自己，还执意内飞，当即气得眼泪夺眶而出，转身跑走。傅云面色不愉，却也不能一走了之，还得给我一个交代。思索片刻，他摘下腰间玉佩，递给我针意，延九鼎甚至过几日便会赐下，以此物为凭证纳你入宫。民女谢主隆恩，我恭敬叩首，接过玉佩，又朝他缱绻一笑，今生宋诗诗的位置，我要他们的命，我也要几日后圣旨。如期而至，我爹送我入宫，在宫门口站了许久，皇帝金口玉言，自不会反悔。只是宋诗诗到底是他的心尖宠，几番哭闹下来，还是将我定死在了昭容的位置上，住在最偏僻的院落，不出意外，此生毫无得宠可能。陪嫁的丫鬟小云推开厚重的宫殿大门，看着灰尘满地，满园落败，忍不住愁眉不展。小姐，这肯定是贵妃有意刁难，咱们以后怕是不好过。我轻笑着摇头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不用忧虑，日子还长着呢。我所料不假，宫殿还未收拾完，宋诗诗便领了一群人进来，走到我面前，抬手便给了我一巴掌。你当真好本事，本该嫁给又脏又臭的乞丐，现在却进了宫。他命嬷嬷将我架起，拖着他身前护甲，几乎要戳到我的眼睛里。不过这里可不是善堂，多的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手段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活多久。我抬眸毫无畏惧地冲他展颜一笑，臣妾拭目以待。宋诗诗恨恨瞪着我，到底不敢进宫，第一天将我废掉，只能冷哼一声，踹翻擦地的水桶，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离开。小云忙过来查看我的面颊，一下就红了，眼圈边为我上药边憋屈道，小姐，今晚侍寝，您见到陛下定要诉说您的委屈。一般而言，进宫第一日的妃嫔是会被翻牌子的，但闻言我却只笑笑，没有言语，直觉告诉我皇上不会来。果不其然，傍晚时分，小云匆匆进来，欲言又止道，听闻贵妃身体抱恙，陛下去了她那边，这分明是故意的。毕竟白日里耀武扬威时，宋诗诗可半点病都没有。她如此厌恶我，自是会百般阻挠我承宠。因为后宫之中不受宠的妃嫔，日子未必比一个宫女好过我自不会任人欺凌。翌日，按照规矩，我早早前往坤宁宫拜见皇后。当今皇后姓赵，乃太后侄女，可惜进宫后一直不得宠，便郁郁寡欢，愈发难以孕育子嗣。殿中冷冷清清，在四角饕餮鎏金铜炉燃起的青烟中，火攻进行了礼。被惯例询问几句后，赵皇后赐下一根珠钗，跟几匹布恰。在此时，宋诗诗也进了殿，冲上首赴演习完礼后，她精致走到我面前，脚踹在我肩膀上，狗东西一大早就坏我心情。皇后娘娘，其实你这种人能攀附的来人秦昭容，惹怒皇后掌嘴50几名嬷嬷上前撸起袖子粗壮的胳膊，就能想象50下多，超美的花容月貌都会毁于一旦。但我没有动弹，而是隔着人群望向赵皇后。此刻，她冷着脸，带着金丝护甲的手抓着椅子，分明怒火中烧，却什么都没说。堂堂皇后被一个贵妃越过，在自己宫殿下令送，朱诗诗的气焰如此嚣张，足见其受宠之深。贵妃娘娘，传闻您和善亲民待宫女，也像亲姊妹。那日在臣妾家中，亦是对乞丐百般怜悯，一定要我下嫁，今日却张口闭口辱骂臣妾这事，是何缘由？所谓打狗看主人，难道贵妃不知臣妾如今是皇上的人吗？这一句句冷嘲热讽，揭开他虚伪面纱的言语，立刻踩中他的肺管子。本就易怒的宋诗诗当即抓起茶盏朝我砸来，我在闪躲间滚到了赵皇后脚边，还敢躲？今天我要扒了你的皮！宋诗诗想也不想抄起果盘，对准我这边落下，彼时赵皇后跟我在一块，我想也不想爬起来，就挡在她面前碰。风情昭容昭皇后反应过来，急忙拉住我，出言怒喝道：宋贵妃，本宫还没死呢，请问的你放肆！宋诗诗气红了眼，想也没想，便反唇相讥，放肆不放肆的，也不差这一回了。你！一赵皇后气结，我扶着桌子，眼角余光突然瞥见门口一道明黄身影，便高声道：贵妃娘娘，您容不下我明白，但这里是坤宁宫，你不该在这里动手剑，必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本宫。砰！风碎瓷落地，我100进尸却未曾挪动分毫。宋诗诗还要再砸，却瞧见突然走近的帝王手中，动作顿时一僵，立即换成一副我见犹怜的委屈神情。皇上，臣妾来请安。这秦昭容出言无状不说，皇后难道还帮着他？这女子颠倒是非，当真是信手拈来，但是扮可怜，本来也是女子的长处。我当即跪下，地面皆是茶水与碎瓷，刺破皮肉，瞬间便将功夫染成一片血红。此时，这与皇后娘娘无关，全是臣妾一人过错，请宋贵妃恕罪。
我轻吸了口气，俯首谢罪，伏在地上的双手亦是被烫伤的红肿。皇后见此惊呼出声，急忙要喊太医，宋诗诗却一脸不屑，醒醒，做菜一杯茶水罢了，能有多烫你？皇后怒极拍案而起，只是起身到一半，忽而头晕目眩，又重重跌了回去。坤宁宫内霎时乱作一团，太医匆匆背着药箱赶到，跪在榻前，请完脉时又备。就喜的回禀恭喜皇上，皇后娘娘已有1月的身孕，但如今7级宫心，若不能及时清醒服用安胎药，怕是龙嗣不保。傅云初闻一时欣喜万分，其后所没命太医救治，可惜顾及胎儿治疗束手束脚，始终无法奏效。此时床前的我依然请命皇上，臣妾家中有一独门针灸之法，或许可行，请容臣妾为皇后娘娘施针。你傅云望向我，对于挑起皇后与宋氏是矛盾的，我心存不喜迟疑。见宋诗诗趁机挑拨，好啊，若你就不请皇后，那她连同腹中的胎儿便都是你害死的，明摆是祸水。东尹想推卸责任，我却义无反顾，臣妾愿意试。傅云见状，便挥手允诺我，接着和太医的银针只扎了几针，便将昏迷中的皇后唤醒。本宫方才都听见了，你为何愿意为本宫冒险？稍有差池，可是要砍头的皇后昏昏沉沉的问我，十分不解。我浅浅一笑，医者仁，人心，臣妾不能见死不救。语调从容，一不谄媚。皇后眼中划过满意之色，再望向傅云时，姿态强硬道：皇上今日之事，臣妾要一个交代。傅云面色一紧，心知皇后不仅是一国之母，还是大将军之女太后的亲侄女，此事若传出去，势必牵扯前朝动荡，帝王的眸光率先落到我身上。皇后适时出声，方才秦昭容维护本宫，膝盖与手上都有伤，让太医看看吧。傅云见我一身伤，眼中划过一丝不忍，方才沉沉叹了口气，降旨宋贵妃行为莽撞，罚禁足1月无诏，不得入坤宁宫。皇上宋诗诗被拖走时，一双眼怨毒的盯着我，但我还是晋升为昭仪，离开冷宫，迁居至梅园，伺候的太监宫女也多了几个。小云住进新殿，却忧心忡忡谋害皇嗣，如此重罪，竟只是禁足1月，可见贵妃在皇上心中何等受宠珍贵。姑娘，您此番与贵妃结怨，她是以后日子更为凶险啊。我手指缠着纱布坐在窗前，赏着满园春色，轻声喃喃，再珍贵，也不过是一朵娇花，怎堪权柄刀锋摧残呢？入宫前，爹爹与我仔细说过前朝后宫千丝万缕的联系，生怕我行差踏错，万劫不复。爹爹叮嘱我，凡事莫沾，远离是非，可我却主动亲近皇后，只因这盘棋，我亦有所图谋。贵妃禁足后宫，百花齐放半月后，太医为我拆了纱布，傍晚时分，便有太监来传旨，皇上今夜要来梅园用膳。小云很是紧张，搬出许多大红大紫的衣裙，想替我打扮，我却摇头，指了一件青色云纹的素雅长裙。当夜帝王摆驾，防守库不进来时，见到的便是一身素净的我，以及一桌寡淡的饭菜。傅云皱眉，爱妃可是怨朕皇上何出此言？我垂眸反问，假装不知所问何事，只温声平和道，听闻近日朝务繁忙，网上动了肝火，所以才准备清淡些的药膳，帮您疏肝郁气。闻言，傅云神色稍缓，喝了一小碗汤后，满意点头，你这里厨子手艺倒是不错。我浅浅一笑，没有回话，立在一旁伺候的小人却回禀道，床上这些都是我家姑娘亲手做的。做了一下午，小云不得放肆，我假装急忙喝止，又起身告罪。傅云摆摆手，没有计较，看向我的眸光带上一抹温柔。晚上后，我又提议给他按解解乏。傅云半躺在榻上，我力道适中的按压他的头皮肩颈，许久未曾如此舒适惬意。傅云竟昏昏欲睡，太监进来通报时，他睁开眼眸，一脸不悦，何事回皇上贵妃身子抱恙刚，传的太医想见皇上。这阵子傅云被弹劾奏折淹没，皆因宋诗诗而起，本就心存一丝恼火，如今一来梅园，他便无事生非，顿时更不想去见。然而我已经先一步退开，田温顺的行礼道，既是贵妃有恙，皇上还是先去探望吧。大度又端庄，同是下等出身，怎敌差距如此之大？傅云不禁闪过一丝念头，又很快被担忧占据了上风。到底是心上疼宠的人，他走时亲自扶着我起来，眉眼温柔道，你呀，还是太善良了些。我眼眸善良吗？那东西上辈子用完了。宋诗诗不愧是宠妃，一晚上过去，天还没亮，禁足便解了我毫不意外，毕竟竟要扳倒他并非一朝一夕的事，但蚂蚁吃相，我有的是耐心。御花园迎面碰上宋诗诗时，她的气焰比先前更加嚣张，姑苏第一美人又如何？还不是本宫一句话，便将皇上叫走了见，闭睁眼瞧瞧这后宫吧，皇后尚且让本宫3分，你以为斗得过本宫？我未曾出言顶撞，反而柔顺道，娘娘说的是识相的，就别妄想引诱皇上，你不配懂吗？娘娘说的是我好。欧灵魂的回应，让宋诗诗像一拳打在棉花上，她又气又恼，还不敢顶风作案，动手打，我只能不断污言秽语的谩骂。我等她发泄完，我余光瞥见假山后停住多时的裙摆，以巧声离开，还便地宫毕竟地上一句，
谢贵妃赐教，宋诗诗心头堵着一口气，愤然离去。经过时还故意撞我一下，我踉跄几步，被小云扶住。姑娘，你的脚好像是崴到了。我苦笑。宋诗诗回头，洋洋得意的一笑，这才扭头离开。小云扶着我回凉亭，小声询问姑娘为何要在此等贵妃，还把脚弄伤了。我冲她浅浅一笑，很快你便知道答案了。不出半个时辰，宋诗诗再度被降旨禁足，这次就连身边宫女都被杖责了，原因是不修妇德。听闻消息，小云满脸好奇，我一边画着窗外枝繁叶茂的梅树，大声开口道：昨日我去给皇后娘娘请安时，得知长公主今日入宫。公主最喜御花园的一株极品茶花画到此处，小云已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姑娘一直站在茶花边上，奴婢寻思着，再好看不过也是一株花。原来您是在等长公主。皇上最敬重这位姑姑，巧，小长公主最是克己复礼，遵循礼教。据说皇上至今让宋贵妃在长公主面前露过脸，一笔之业勾成。小云扑哧笑出了声。所以姑娘平日里不出院子，今日是专门去钓贵妃的。您是鱼儿，贵妃是小鱼，长公主是大鱼。我莞尔一笑，这么说也没错，紧随禁足令而来的还有长公主送往梅园的赏赐，以及今夜侍寝的消息。这一回我赌对了，傅云确实给足了长公主脸面。当夜梅园内灯火通明，因受伤，傅云早免我行礼。我盛装打扮，候在榻前，隔着轻纱屏风窥见一抹。明皇走进先行，抬手解下了外罩衫，朦胧宫灯下，傅云脚步一顿，视线落在我莹润白皙的肩头，眸中燃起了一散火。正当他伸手要碰到我时，外头太监匆匆来报皇上，宋贵妃身子不适，说想见一见您。上次的事情还历历在目，宋诗诗连理由都一模一样的说辞，令太监也很汗颜。禀报是多少？底气不足。我一从善如流言，好外山俯身道，妾身无碍。贵妃娘娘身子要紧。傅云皱了皱眉，视线流连在我的肩头上，口中还是道那阵明日在。话还没说完，我便因脚伤失去平衡，惊呼一声朝前跌去。意料之中的傅云接住了我本就松散的衣襟滑落，我轻蹙眉梢，眼中泛起了水光。臣妾失仪，请皇上恕罪。傅云再次轻轻叹息一声，这次却打横抱起我，径直走向了床榻，很疼，朕帮你揉揉脚。轻纱帐幔缓缓落下，再也无人去回应太监的话了。翌日，我晋升嫔位，宋诗诗在自己宫中大闹了一场，毕竟是心尖上的人。傅云听闻消息，还是摆架去哄人，只是宋诗诗气昏了头，不仅在殿内与傅云发生争执，情绪激动之际竟还失手，在他脸上留下一道细长的指痕。太医们匆匆赶来，见到天子伤了颜面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伤口虽小可，后宫妃嫔以下犯上腌酸吃醋的消息，不出半日便传到了前朝。这一阵本就因宋诗诗焦头烂额的傅云也心生恼怒，自殿中甩袖离去，转身便来了梅园。此时后宫人人皆知我与贵妃不和，这是在打他的脸。用晚膳时，傅云频频揉着额头，饭菜都没动几口。我思忖再三，出言道：皇上可是头痛不如命，太医过来施针上回自皇后娘娘的坤宁宫出来，开医院曾请教了臣妾几种针法，其中便有治疗头疾的。傅云心绪不佳，便颔首同意。施针后，症状果然消减不少。面对赏赐，太医不得不将功劳让出来，都是娘娘医术精湛，臣不及万分之一。傅云拉起我的手，眸光亦温柔许多，想不到你针法如此高明，那朕以后若头疼便来你这里，也不用劳烦太医了。我假意推辞了几下，便羞怯的应下。一夜腾宠过后，后宫遍地开花，仿佛赌气一般。傅云并未夜夜宿在梅园，而是每日换一个去处。宋诗诗自入宫后独断专宠，其余妃嫔根本没有侍寝的机会，一时间倒是人人欣喜，无人在意我很快临朝仪有孕了。彼时傅云膝下只有一位公主，后宫多年无所出，前朝以及太后都盼望着这一胎能顺利诞下皇子。傅云龙心大悦，立即晋升林昭仪为嫔。宋诗诗得知此事，气得当场吐血，陷入昏迷。尚在运输防疫政的傅云闻言丢下一众大臣，便匆忙去探望。不过半日，宋诗诗复宠，甚至有传言为安抚她，傅云许诺将林嫔的孩子交给她抚养。流言甚嚣尘上，越传越过分。这日林嫔来梅园寻我闲聊，整日待在宫中也闷得慌，这一胎怀的还算安稳，可以想到孩子日后不能承欢膝下，我便心痛如绞。她一脸愁容，晚安，安慰她不会的，妹妹宽心。她却突然抓着我的手，恳切道：若贵妃真要夺走我的孩子，姐姐可愿帮我？我一怔，垂眸看见两人一样规制的宫装，眼底划过一抹了然，转瞬便情真意切的回应道：贵妃意是我心头刺，我自是愿意的。紧接着他附耳过来与我说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3日后长公主进宫，邀妃嫔们一块去皇后的坤宁宫小聚，还特地点名了宋诗诗殿。前9区回廊下，我与林嫔迎面碰上姗姗来迟的宋诗诗。按照宫规，我们须行礼避让，
可宋诗诗却停下一丈眼神，森冷地撺掇我们二人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贱婢，妄图与本宫争宠一个，借着肚子上位，真把自己当宝的蠢妇，你们倒是好姐妹。林平下意识捂住肚子，又快速扫了我一眼，收到他的示意，我假装腿麻向前踉跄了2步。宋诗诗见状，当即恼火，放四本宫没让你起身，你也敢动他，抬手就要朝我扇来。我惊慌失措，僵直在原地，可这时后背突然有一双手猛地推了我一下，我本该朝前扑去砸在宋诗诗身上，却因提前侧身而倒在了另一边啊！扑通扑通，接连2道落水声响起，宋诗诗跟林平一块坠湖了，宫女太监们乱作一团，等将人救上来时，林平已然见了红孩子保不住了。不，我的孩子！林平涕泪横流，一双眼院独盯着我，我扶着撞伤的额头，瞥见长廊处皇后与长公主匆匆醒来，心下冷笑。傅云过来时，见到一盆接着一盆的血水，面色难看，皇上是真品害的，他故意假装摔倒我，和林平都推下了水，被扣押的宋诗诗先行告状，失路长发还未干，我见犹怜。果然，傅云眼神冰寒的垂眸望向我，真品你可知罪，皇上不是臣妾。我颤抖着嗓音禀明真相，当时有人从背后推臣妾，臣妾撞到了柱子，并不清楚林嫔与贵妃是如何落水，后宫尔虞我诈，傅云显然也见识过手段，并不信我，然而正要治我罪时，皇后却挺身而出为我作证长功，公主更是直接出言讽刺道，一个贵妃飞扬跋扈在坤宁宫就敢随意打骂妃嫔，另一个刚怀上龙嗣便野心助长，伸手害人，皇上这后宫真是越发有意思了。恰逢当时皇后与长公主在回廊另一处赏花，将一切尽收眼底，我的冤屈被洗刷，宋诗诗与榻上的林嫔却齐齐跌倒在地，傅云眼露失望之色，当即下令林嫔降为修仪，贵妃降为宋妃。顶着长公主的压力，他不得不处置宋诗诗而林嫔，还妄图拉我当垫背，说出两人共谋时，却听皇后温婉一笑，道：皇上不必过于伤心，臣妾也有了身孕，日后会为皇家延续血脉的。这下傅云大喜，哪里还顾不得一个没了的孩子琳琳，并彻底失去希望被拖下去。宋诗诗则面色惨白，望着帝后携手的恩爱画面，眼眸中划过一抹怨毒。傅云找我施针的次数越发频繁，前朝战事吃紧，正是重用武将之时可厚。空当中，身为大将军之女的皇后身怀6甲，却几次3番遭到暗算，连御史台都开始弹劾后宫之事，傅云的头疾也越发严重。太医院只说他积劳成疾，用的也是我的针灸方子。他不愿引起朝中动荡，故而翻我牌子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这日我惯例去坤宁宫请安过后，隔着帘子秘密为皇后检查药渣，今日并无滑胎之物，我诊断完才见宫女小心翼翼将药送完皇后唇边。她喝完轻叹了口气，有人手实在太长，该处置一下了。是皇上昨夜透露有意提前秋猎我垂眸，将消息告知上回坤宁宫施针后，我变成了皇后的人。林嫔假意要我冒犯宋诗诗，引她掌况我致林嫔惊吓动胎气，实则背后耍阴私手段，欲要我与宋诗诗一同落水。除战后快，此事也是我提前告知皇后，才有了她与长公主一同为我作证的局面。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如今动手的时机到了，皇家秋猎阵仗自是不小，上至9五之尊，价值百官之子皆可。场上狩猎一入场，宋诗诗便缠着傅云去骑马。皇上臣妾已许久未接触这些进宫后星号日郁郁寡欢，难道您不想念以前的臣妾吗？傅云自是想的，但心有顾忌，皇后有孕，朕宋诗诗打断他的话，姐姐向来宽和大度，肯定也希望皇上能尽兴的，对不对？皇后自然不能否认，于是温婉笑道，皇上去吧，臣妾正好乏了，便让珍嫔留下，陪臣妾说说话。话落，宋诗诗突然便将我一把拉了过去，那可不行，皇后留别人吧。珍嫔出自民间，想必其很厉害，臣妾今日还想跟她比试呢。我被强硬拽着手腕一圈，隐隐发紫。皇后似有不悦，但却没有发作。宋诗诗嚣张跋扈惯了，冷哼一声，便将我丢到一匹马前，不屑道，以为跟着皇后就有靠山了，也不看看后宫到底谁做主，皇上的心在哪儿？他太阳鞭往我面前一抽，险些打到我的脸，见我跌倒在地，他哈哈大笑着策马而去，在旁人怜悯的目光中，我才艰难爬上马匹，跟着队伍行至林间。宋诗诗跟傅云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此同时还有一群刺客冒出来，珍嫔，你竟然意图谋害皇上。宋诗诗先声夺人，我当即明白他想找替星号，于是跳下马，就地一滚，瞬间扑到傅云马前。皇上小心我，一把将傅云拉下马，避开砍向他的刀锋，在他耳边迅速说了几句，珍嫔，快让你的人停下。宋诗诗还在大喊大叫，并且想要扑过来，这时我顺势退开，傅云迟疑一瞬，还是选择拉住宋诗诗的手，原即在他正欣喜至极，一把将他推至身前当了盾牌。冰冷的刀锋袭来，宋诗诗毫无防备，吓得尖叫，不而刺客的刀也立刻调转方向，朝我劈来，嗖嗖林间躲藏的弓箭手这才按箭齐发，
只取刺客性命，不仅林间帐篷处的皇后同样遇袭，而凶手不言而喻，正是宋诗诗。当时我在傅云耳边揭露宋诗诗是幕后主谋，皇上若想活命，就用贵妃挡刀，果然一试便知他想拿我当替罪羊，顺便除掉皇后，一箭双雕。可惜没想到，我与皇后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百官面前，后宫争宠眼变成刺杀群臣激愤，立即有人上书要处死宋诗诗，指明她是祸国妖妃精，立了生死险境，再多情谊也在傅云心中烟消云散了。他无视宋诗诗的哭喊，冷声下令处死吧。临死前，宋诗诗瞪着眼睛，游子还不明白自己是如何败的。我去看了他一眼，命人将他尸体丢进深山老林里，尝尝我父亲上辈子的苦。回宫后，我护驾有功，晋升为妃。傅云头疾，几乎到了药师罔闻的地步，只能依靠我每日的针灸方能缓解前朝看出端倪。脸亮，先上奏要立太子2年后，皇后之子顺利登上储君之位。彼时，傅云已病卧床榻枕。近日时常梦见贵妃，是不是她要来接朕了？他糊涂时常常念着宋诗诗，我在榻前听着一遍，顺便给他施针，稳定病情。可宫中太医皆不知，民间有一阴损毒物能杀人于无形，我体内种下的毒，配合这套针法，可催人命代价是这一生都不能有子嗣，但这正合我意如此，刺肮脏的血脉，我不愿有。傅云驾崩后，太子登基，皇后亲政。可惜宋诗诗早年暗害他多次，致使他身子亏损，表示我一直用药吊着，也无近视。临终前，皇后不放心任何人命太，子认我为乳母，追封为太后。我辅佐年幼的太子垂帘听政，终其一生权柄滔天，